大家好，我是吴艺兴。那今天这个单元呢是要讲也是一样讲休闲场所，那是讲到休闲场所中的一个更特别的地方，叫做电影院。那电影院它跟其他的公园啊，或者是我们讲到的其他的休闲场所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因为它是进去一个很不一样、非日常的空间，然后去看电影啊，或者是看戏院，体会一些跟日常生活很不一样的这个故事啊，或者是内容。所以呢，它作为一个新兴的休闲场所是非常时尚的哈。然后也对于当时日治时期的台湾人而言呢，是一个充满视觉革命的一个场所。那在那个戏院啊、跟电影院啊这些新兴场所呢，来到台湾之前呢，台湾人主要是做什么休闲娱乐呢？那大家就比较知道，就是歌仔戏啊，或者是布袋戏，或者是京剧这些比较传统的戏剧。那这些戏剧他们在展演的舞台呢，就是比较没有特定的，像跟电影院或者是戏院不一样，他们都是通常可能是庙会活动的时候，在庙前临时搭建起来的戏台。或者是说，就是有钱人家，像雾峰林家、板桥林家这些，他们在自己的大宅门里面会有自己专属的戏台。那大家就看，搭起了一个戏台以后就，群众聚集起来，然后在那边观看。那通常是这样子的一个观影习惯。那这个戏院呢，或者是电影院，也就是说，大家呢进去一个专属的空间呢，去观赏戏剧啊，或者是电影呢，是源自于日治时期，也就是日本人带进来的文化。那一开始呢，这些戏院啊，都是由就是日本人在台湾设置的。好，譬如说，在台湾第一家戏院就是1896年在台北城内府前街的东京亭。那之后呢，就陆陆续续，尤其是以台北为中心，就是有浪花座啦、台北座啊、十字馆等等的娱乐场所的出现。那也吸引了非常多的这个观众。但是当时呢，这些观众在一开始的时候，主要还是日本人，因为他上演的这个戏剧内容呢，主要都是日本的传统戏剧啊，那就是也还没有上映电影，那它的地方也都坐落在日本人他们居住的地方，所以呢，就比较是属于日本人的娱乐活动。但是到了那个1920年代呢，到30年代开始呢，因为台湾人他们也开始接受了这个娱乐休闲的新的方式哈，所以他们也开始就是会有养成上戏院看电影或者是看戏剧的习惯。那还有一个比较重要讲的是十字馆，那这也是在台北，这个十字馆呢，最早它也是戏院，然后但是它在1900年6月的时候呢。就是有广告放映说，在台北十字馆会放映法国的这个电影，所以这变成这个十字馆就变成是台湾最早放映电影的混合戏院了。那这些日式的戏院呢，主要呢都是木造或者是木造混合水泥的建筑。那个坐席因为它是日本式的，所以大概都是日式榻榻米的坐席。那就是跟现在我们想象比较不一样，但是渐渐呢，在1920年到30年代呢，因为台湾建设也开始起步，然后那个台湾人的休闲活动也开始变得普遍，所以呢，开始出现了一些比较欧式的这个大戏院哈。那我们先讲一下，譬如说1908年，台北有出现了一个最初的电影专门放映馆，叫做方乃厅，但是它当时也是一开始出现的时候，也是仅供日人观赏。到1910年的时候呢，台湾人就是台湾的台籍商人呢，跟日本人合资在大稻埕建造了一个2层楼的中国宫殿式的淡水戏馆。那它一开始也是专门演出京剧。到1915年以后呢，就是辜家买下以后改建为新舞台，那个时候也开始放映一些电影。到1920年呢，台湾第一座最气派的电影院就是新世界馆就落成启用所以就非常就像那个画面的那个照片一样，是非常气派的它座位有1007个座位，那荧幕中央有乐队席。那个除了这个新世界馆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是紧接着1930年代，就那个欧式的豪华戏院就纷纷的那个建立起来譬如说1931年台中市有建立娱乐馆，被称为是台湾戏剧史上最具有现代建筑艺术的剧场。
那还有1933年新竹市的有乐馆，则是首座有冷气的欧化剧场。那1935年在台北落成的第一剧场呢，它临近著名的这个饮食店江山楼，那地下室又是舞厅，就成为台湾人士呢就是最常出入的最豪华的娱乐场所。那也就是这样，从一开始本来是日式的戏院，然后专门供日本人去看的这个戏院，然后慢慢的电影文化也引进了这个台湾，然后慢慢的建立了一些可以放映电影的戏院，而且这些戏院慢慢就变成非常欧式的就它外面是非常气派的，跟传统的这个日式木造建筑不太一样的这些电影馆，就纷纷的在全台各地出现。我们还要介绍一个在当时就是引进电影啊，还有就是引进新式这个电影院的建筑非常重要的人物，叫做高松丰次郎。那高松丰次郎这个人物呢，他是出生于日本福岛，他是在1903年的时候应台湾总督府的邀请，就首次来台。那曾在台北的这个戏院淡水馆里面放映过电影，不过当时就是看电影的人也比较少，然后也比较没有人注意这件事情。那过几年的1907年呢，他又应日总督府之邀来台湾拍摄纪录片《台湾实况介绍》。那他就是在拍一拍以后，他就觉得，他可以在台湾做一些电影的试验。那首先就是要建立可以放映电影的这些那个电影院，所以他开始在全台陆续新建了8座剧场。那当时的就是虽然说是电影院啊，或是剧场，但其实都是多元运用的哈。那如他建立的有台北的朝日座，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戏院。那还有在新竹也有啊，台南也有哈，所以在各地建立了很多戏院。那他也就是展开了一些拍摄的工作。那但是呢，他在1917年的时候呢，因为诸多事情，所以就出让了所有戏院离开台湾了哈。所以这是在当时也是就是台湾戏院新建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我们也稍微介绍一下呢，我们刚刚讲到的淡水馆，因为它当时是首次放映电影啊。那在当时的台湾日新报上面呢，有做相关的这个相关的报道。那这个淡水馆它是这样说的哈，在6月16日淡水馆举行的每月例会表演活动中呢，在9号房间里放映了10几部电影，内容有晒衣、军队出征、火车进站、工人吵架等，颇受在场观众喝彩。放映技师松浦张三在每部影片的每一细节讲说的太过详细，显得有些班门弄斧哈，有这就是形容当时呢，就是大家这么面对这个新奇的这个电影文化，然后进去戏院观看的当时的一个实况的报道啊。那这个画面上就是当时的就是那个广告哈，那叫活动大写真哈，就是当时称电影为活动。那之后呢，再介绍几个就是嘉南地区因为我任教的地方在中正大学，所以介绍几个嘉南地区就比较重要的一些老戏院哈。因为一直以来比较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的很多研究呢是比较聚集在台北的。那我要介绍就是龙昌座、北港剧院、西螺座跟电机馆。那我们可以看到它们都是非常欧式的建筑。那电机馆是在台南麻豆。它开业于1937年，那是台南最早的戏院。好，那初期它也是就上演改良剧或者是默片，好，然后那个吸引有钱有闲的人前往那个观赏。但后来呢，它为了吸引人，所以它也开始上演歌仔戏。那电机馆在战后的时候改名为电机戏院。那另外呢，还有那个西螺座。那西螺座是在云林西螺，它又称旧戏园哈。那也是就是它的建筑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有点本土化的味道。然后战后改名为西螺大戏院。那还有一个叫做北港剧场，北港剧场呢是新建于1933年，它位于云林北港。外观非常的美丽雄伟哈，是现代主义形式的哈，展现非常气派。那早期呢，著名的新剧团歌剧团、新剧团都曾登台，但是它目前已经结束了营业。介绍这么多当时非常气派的这个电影院哈，那对当时的人而言，渐渐的呢，看电影变成一个非常时髦、流行的一个象征哈，而且非常体面，因为它后来的这个电影院做得非常气派，所以当时人去看戏呢，他们也必须要穿着非常的
体面去哈，不能随便穿着夹脚拖或什么去，他们也要穿好西装笔挺啊。那也是年轻男女呢约会的非常好的所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日治时期的人的回忆录或者是文学作品里面都有讲到他们去看电影的时候的就很不一样体验的激动跟兴奋的情绪。讲到当时的这个日治时期呢的戏院是非常的宏伟气派的哈。那也是去看戏变成是非常身份的象征。那本来是比较多是日式的一些剧团啊什么的演出，但是慢慢的变成有中国啦或者是西洋的这些电影啊也进来放映，那变成台湾人非常喜欢去的一个休闲场所。那接下来我是最后想要请同学呢，想一想，就是试着比较看看我们现在的电影院跟日治时期的电影院有什么同跟不同哈，包括软硬体。你电影院现在都是在什么位置啊？它的建筑外观是怎么样啊？那你说都是什么时候去看电影啊？都选什么片子啊？哈，这些去想一想。那还有呢，另外一个也要让大家想一想，就是说，在最近几年呢，日治时期的这些老戏院呢，因为就转所经营啊，慢慢的没落，然后现在纷纷面临拆除的这个命运。那有不少的文史人士常常都会出来呼吁说不要拆除。那各位同学对于这些老戏院呢，拆不拆除，你们有怎样的意见？就是也请大家就是上完这个单元的时候想一想。那也跟我们最后的作业就是老屋再利用会很有关系。那我们这个单元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